的鸟，就算主人的手继续忙在家好喵，不管任何地方，有你就会明了。向医生，是。向医生还帮我说话了。是啊，我已经把调查的结果，包括整个来龙去脉，都跟院长汇报过了。为了你的事情，也开了好几次会。鉴于这件事情的责任不完全在你，而且事后你又非常积极的配合解决问题，做好了赔偿工作，所以我们一致认定你可以复职。但是你得从基层做起。谢谢主任。离婚？是啊，那个时候老宁和丁柔姐已经离婚1年多了，因为当时韦景和小璇他们都太小，所以癌症和离婚这2件事情对他们打击太大了。那老宁和丁柔姐就商量着对他们隐瞒，而且老宁一直在照顾丁柔姐。丁丁，你愿不愿意帮他们父子俩解开这个心结？这是我妈留下的。飞姨说，你想要的答案都在里面。苏琪，这可能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。还是我替你写吧。一场夫妻，原本以为可以走到最后，可是没想到，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。更没想到的是，离婚没多久，我就得了这个病。谢谢你，选择在那个时候留下来照顾我，陪伴我。这一照顾就是1年，这1年中，为了不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离婚的事实，你承受了很多。谢谢你，让我重新记起我们曾经在一起的美好的日子，让我走的时候不那么冰冷。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2个孩子。那段时间我们天天吵架，我现在好后悔。如果我知道这会是我最后的时光，我一定不会让孩子们看到这些。小璇，伟姐，妈妈，最后还要跟你们说声对不起。希望你们不要怪妈妈丢下你们，妈妈不是懦夫。不要怪妈妈，你也不要怪爸爸，他尽力了，我也尽力了。我真的想陪伴你们一起长大，请你们一定要相信，妈妈爱你们。苏琪，其实我早就想放弃了，可是我又想让你多陪我一会儿，你的手好暖，握住它，我就没那么害怕。
了。原本以为了孩子，我可以坚持下去，可是我坚持1年了，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我想放弃了。对不起，我想放弃了。等我走后，你可以和殷飞在一起，我相信殷飞一定会对他们好的。等他们大一点，把信交给他们，希望他们会理解。林先生，你快上去看看吧。那时候去医院看他，他每次都是笑着的。我那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得了多重的病，总以为他很快就能出院了。他只是不想让你们担心吧。至少你爸他没有背叛你妈妈，而且他在最后的日子里选择了家庭。可他为什么不早点说他们已经离婚了？他为什么要独自承受这一切？你妈妈那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病，如果再让你们知道他们离了婚，怕你们承受不了吧。谢谢你，婷婷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真相。现在就看小璇的态度了。我不信，这根本就不是妈妈的字。他在最后已经写了，是看护他的护士写的。我不相信妈妈会这么抛下我们，我不接受。这些年，我经历了病人们的痛苦和绝望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承受了什么。我和你一样，也无法接受他抛弃我们的事情，但是我可以理解，毕竟在疾病面前，谁又能真正的坚强呢？我们作为旁观者，没有资格对他们进行审判。可是爸呢？他要真像心里那么无辜的话，他为什么不一早就把信拿出来？不就什么误会都没有了吗？可我们那时候还小，爸可能是怕我们接受不了妈妈放弃治疗的事情，而去恨妈妈，所以他宁可让咱们去恨他自己。后来等我们都长大了，可以理解这些事情了，但他又没有机会把信给咱们。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恨他了。可是谁知道他是不是离婚之前就和那个殷飞在一起了？说不定妈妈的病就是被他们两个气出来的。可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呀。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我们就要约他出来谈一谈。我不去，我还没有原谅他呢。可你刚才已经叫他爸了。明天我要带队下乡义诊，等我回来，我会去找他谈一谈。你可以不去，但是我希望可以得到你的同意。
怎么了？我最近老是觉得心口疼，可能是咖啡馆最近生意好了，压力有点大。等我回来，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，身体上的事儿，再小也不能疏忽。知道了，宁达医生。丁丁姐，怎么了？我咨询你一个小问题呗。什么问题？说吧。怎么了？还不好意思说啊？高人的事儿？不是，我是想问你，在你生病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？病？你说纤维瘤啊？就是摸上去有硬块，又酸又胀，有时候还有点疼，还老觉得困，没劲儿没食欲。你问这干嘛？我最近有时候也觉得胸疼，然后洗澡的时候也摸到个硬块，我有点担心。那还是去检查一下吧。我当初就是没在意，等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纤维瘤了。正好我也该复查了，咱俩一块儿去吧。还是等我哥回来吧。等你哥回来，你还打算让你哥给你检查呀？当然不是啦，那不就得了？做个检查嘛，又不是多复杂的事儿。看病宜早不宜迟。那好吧。哎，我最近有个老顾客给了我2张体检券，说是什么最新的基因技术检测，我们可以去试试看。最新技术？正规吗？他做了，说感觉还挺准的，我们可以去看看，如果不行的话再去我哥那儿。行。其实我挺不喜欢来医院的，我总觉得医院特别压抑，一来就喘不上气儿。是你的心理问题。不行，其实我也没多不舒服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来都来了，马上到咱们了，检查完才放心啊。张丁丁，帮我拿下，加油。哎，小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陪丁丁姐做体检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一个朋友刚调到这儿，我来找他叙叙旧。向医生交际遍天下。我倒觉得是缘分让我们的圈子变小了。是吗？你要是有事的话，你先去忙吧。我不忙，这一套检查很长时间，我陪着你。那我们去喝点东西吧，我渴了。宁维璇。医生，没什么问题吧？你最近是不是有过乳腺科的疾病啊？之前得过纤维瘤，不过是良性的。那就对了。从报告来看，你的基因中携带乳腺疾病的潜在病源，很容易复发的。真的假的？你最近是不是觉得胸不太舒服？是有点。那就对了，幸亏发现的早，要是再晚一些啊，很有可能会转化成乳腺癌的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早发现早治疗吧。你现在做的是一个常规检查，我建议你在我们中心做一个乳腺专项的检查，会更精确一些。这个是价目表。小璇，小璇，跑哪儿去了？丁丁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刚才碰见向医生了，就去和他喝了点东西。那你做完检查了？我这不是不想让他知道我做检查吗？为什么？哎呀，他最近在追我，要是让他知道我不舒服的话，肯定又要各种献殷勤。向医生在追你？那高人怎么办？这和高人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是还喜欢他吗？我没有。好，没有。不过我一直奇怪，你不是应该很讨厌花心的人吗？为什么当初会喜欢高人？这个我也查过，在心理学上好像叫做修复童年的错误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，你童年被人伤害过，然后成年以后就会无意识的去接触那种伤害过你的类型的人，
试图改变他，证明自己有改变处境的能力，弥补童年的遗憾。那你哥呢？难道他喜欢我也是出于这种心理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我哥对你应该是一种保护欲吧？小时候没有保护好妈妈，所以长大了就想保护生病的你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你今天报告出来了吗？怎么样？还好吧。不过我还是觉得这儿有点不太正规，要不你陪我去你哥那儿再检查一下吧。没什么事儿吧？师母，从报告上来看，说你胸部有肿块，而且内部回声不均匀，乳房有致密性阴影。我光看报告还不太能确定，要不我带您去找别的老师看看。这是又复发了吗？但从现在的报告来看，我不确定是复发还是别的什么。你是医生，你不确定？小璇，他是来实习的，病例接触的少，看不出来也正常。对不起，师母。师母慢走。谢谢，走吧。如果超声检查有上述阴影的话，可能是乳腺的纤维瘤造成的症状，当然也不能排除是不是癌变了。建议最好检查一下癌胚抗原看看，如果没有异常，手术治疗就行了。术后还要检查一下病理，才可以完全确诊。癌变？不会吧？不会真的癌变了吧？Hello， 睡了吗？没有呢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还挺顺利的，应该这2天就能回去了。那就好。怎么了？你是不舒服吗？没有，可能就是有点累。看你好像有心事似的。真没事儿，你放心吧。别熬夜，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晚安了。么么哒。我哥觉得以前没保护好我妈，所以想保护同样生过病的你，以证明自己有保护爱的人的能力。我还以为你今天会找丁丁姐来接你呢。你现在最想看到的，难道不应该是她吗？我给她打电话了，她说她有事儿。哎，她最近有出什么事儿吗？我总觉得她有心事似的，可她又不告诉我。没什么呀。哦，可能是复查的事儿吧。什么复查？纤维瘤的复查嘛，说是乳房有阴影，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复发还是增生，等你回来再说。她的复发率很低呀，她有说哪不舒服吗？没有啊，就说到了复查的时间，然后就说和我一起去看看。你又怎么了？我就是洗澡的时候感觉有硬块嘛，然后丁丁姐就说带我去检查一下，结果我在检查的时候就碰见了向医生，我就不好意思的走了。一会儿到了医院，你先跟我去检查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每隔2年要进行一次全身检查。近亲乳腺癌的遗传率是10%到30%嘛，我知道。不过我今天下午咖啡馆有事儿，改天吧。你啊，好了，明天行了吧？好吧，下午早点回来。我找你和高人有事，把小磊和云生也叫上。什么事儿这么大阵仗？你晚上回来就知道了。
Hello， 倪医生，回来了吗？刚刚到。你的检查报告我已经看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应该只是增生而已。真的？不过还是应该来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，确认一下。哦，放心，肯定没事。要不你明天就过来吧。明天我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工作的事儿。检查不会耽误太多时间的，你不想早点安心吗？可是万一查出不好……丁丁，无论检查结果是什么，只要有我在，我都不会让你出任何事情的，明白吗？可是我……没有可是。你相信我吗？我信。明天见。老板，你看我们那么辛苦。对啊，是不是应该涨工资啊？高然，哎，把这个签好。明白。哎，老板，你觉不觉得最近高人哥对你有点太热情了？对呀，你让他干嘛就干嘛，简直跟变了个人似的。有吗？当然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还好几次看到他偷看你呢。你们俩是不是又在一起啦？没有的事儿。不过，他真的偷看我吗？真的。我跟你说，千真万确，看了好几次呢，都被我看到了。我签完了，还跟点啥？啊？我签的不行吗？没有。那个，哥，你回来啦！董事长，大家都在啊，正好开会。求婚？哎呦，你们都这么激动干什么？双方父母都已经同意了，求婚不是顺水推舟的事情吗？是，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嫁不出去，祝孤生了呢。所以呢，这次叫大家来，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出主意。那个简单呀，多叫一些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把气氛搞起来。这个时候你突然拿出戒指，单膝跪地，大家这个时候再烘托一下气氛，吃吃饭，跳舞，搞定。土不土啊？你那个年代的求婚方式就别拿出来了，行吗？还跳舞你跳啊？咱俩一块跳，之前练过。哎，我看人家有蹦极求婚，然后寓意是生死相依。丁丁恐高。哎，要不然就是大屏幕求婚，广场上正逛着街，然后大屏幕突然出现丁丁姐的照片，之后宁医生单膝下跪向丁丁姐求婚。哇，这简直就是万众瞩目啊！你这招也是高医生那个年代的，你能不能少跟他一块玩？太土了。有吗？丁丁喜欢看电影，我觉得求婚应该更文艺一些。哎，我想到了，不如把你和丁丁姐的聊天记录写成一本书，名字就叫做《情书》，然后在后面写上未完待续。哎，我也想到了，有一个电影叫《真爱至上》，有没有听说过？里面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桥段，可以借鉴一下啊。丁丁好像跟我提到过，他好像还挺喜欢的。那就行了。我们是不是还得买戒指啊？我买了。可以呀，宁薇姐，学会偷偷搞事情了。哇，好好看啊！什么时候买的？跟丁丁的父母谈完婚事之后顺便买的呀。哎，你这上面写的都什么呀？拉丁文，翻译过来就是 "Be faithful to the end"。哇，好浪漫啊！我可以戴一下吗？哇！别没了，这是人家丁丁的。我知道，不用你提醒，我以后也会有的。那当，回头我给你买个大，这个太小。就你，你微信钱包里那点钱只能买个塑料的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求婚啊？就明天吧。他最近不是在为了检查的事情而烦恼吗？正好让他开心开心。行，那现在就去准备。走，好，耶！
是从前还是以后，不管是领带还是围巾，我都只想让你戴。怎么回事？小楠楠好像把戒指吃了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走啊！哎，小轩，记得帮我拿外套。别担心了，走吧。这宠物吞戒指啊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啊。我说你们啊，这恋人之间搞点浪漫也没错，就怕只顾着自己搞浪漫，不顾宠物的安全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是我们不对，医生。我们家小楠楠怎么样了？这情况要开刀吗？啊，这要是开刀，是保戒指啊，还是保猫啊？猫啊，那肯定是猫，是吧，哥？大夫，你就别吓唬他了，这不至于开刀。这次啊，算你们幸运，这戒指也不是很大，给他开点硫酸镁动物泻药就行了啊。放这儿观察一会儿，应该很快就能取出来了。我还给丁丁姐打电话了，不知道她来了没有。你把丁丁叫过来干什么？我不是以为小楠楠快不行了吗？想让她见最后一面。他要是过来了，看到戒指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？啊，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担心小楠楠嘛。哎，要我说，不如就在这儿求婚吧，先是惊吓，再来个惊喜。这么草率，能行吗？哎呀，肯定能行。这是唯一的办法了，哥，你照顾好聂文楠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。走，赶紧回家拿纸吧。小楠楠，你可千万别有事啊！小楠楠怎么样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在医院看着？放心吧，小楠楠没事。爱消失在人海，谁该
被责怪，多无奈，笑着流泪 ，Say goodbye。无奈现实，若是非，太多诺言被搁浅，你要的未来，我怎么给？心疼你受委屈，空流泪，无人安慰。嫁给我吧。你的一切无权过问是非，只能假装骗了心，不闻不问。可一转身，泪眼纷飞。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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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
你的基因中携带乳腺疾病的潜在病原，很容易复发的。幸亏发现的早，要是再晚一些，很有可能会转化成乳腺癌的。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。哎，咋回事啊？这怎么办？丁丁姐，为什么呀？你跟我哥这么般配，而且父母都同意了，为什么还要拒绝他的求婚啊？其实啊，今天这事儿都怪我，他一定就是气氛不对，对吧？人家郑丁丁还在为小丹丹担心呢，咵嚓一下变成求婚了，他一定是一时无法适应才拒绝你的。不关你的事。那就是他对这个求婚不满意，那还是我的错。主意是你出的，但是婚是我求的。我一直以为我们俩的感情走到了这一步。但其实是我想多了。其实我们都觉得你跟丁丁特别般配，你说就差这临门一脚了。他是不是有什么婚前恐惧症啊？婚前恐惧症啊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只能说明他还不够信任我。其实从这几次出的事情来看，不论是穆一璇还是陈寻，他都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告诉我，而是自己去解决。你说他是不是不太相信我？我觉得你这就有点偏激了。人家丁丁其实挺独立的，就是不想麻烦你。你再说了，感情这种东西本来就挺难说的。你以为啊，你对一段感情已经了如指掌，其实到头来可能你连这段感情在对方心里意味着什么你都不知道，甚至在你自己心里意味着什么你也不知道。怎么想起舒依然了？如果你不是在手术中想起了他，应该也不会失误吧？谁说是因为他呀？那是因为谁？小璇。不可能吧？不可能。我一开始也觉得不可能。可是他不理我的那段时间，我就一直心神不宁的。那个时候我才发现，我早就习惯了他在身边叽叽喳喳的生活，所以做手术的时候就老想着他，也就出了事故。那你这算是喜欢他？以前不敢确定，现在是我喜欢他。
虽然不知道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但我真的喜欢你。那你不打算告诉他吗？打算呀，但是以他现在对我的态度，我就算跟他说了，他也会拒绝我吧。你拒绝了他那么多次，他拒绝你几次怎么了？如果他第一次就答应的话，我都不同意。说得对。哥，我给丁丁姐打电话了，她还是没接。哦，你让他一个人先静一静吧，明天我去找他谈谈。这次又要走多久啊？大概半个月吧，应该。走那么久啊？你怎么舍不得我啊？那你可得天天给我打电话啊。我尽量吧。我听说这次去录什么野外生存，在山里录，可能信号也不太好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每天给你打电话呢。野外生存？那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你放心吧，我们是有专业指导的，而且还配有医疗队，都很安全的，放心。那就好，不过你自己小心点儿。到了那边之后，你就安心录节目，别惦记我，我在家里等你。那个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。蜂蜜水要记得每天都喝啊，别老点外卖了啊。知道了，每次出门之前都不忘了嘱咐一遍。怎么，你现在就嫌我啰嗦了？我哪敢啊！行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收拾收拾，早点睡啊。对啊，你也早点回去啊，别熬太晚了，别加班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所以你就因为这个拒绝了聂伟锦的求婚？我总不能拖了人家一辈子吧？拜托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疑神疑鬼的？你这不都还没确诊吗？我都上网搜过了。要是上网看病有用的话，还要医生干什么呀？啊？我拉个肚子，他们都能说我是胃癌，你能不能用点脑子啊？可我体检的时候，大夫也说了，说我体内有乳腺癌的遗传基因。你去的那个体检中心正规吗？别怕是什么没资质的吧？怎么不正规呢？他都查出我得过纤维瘤了，还说我的体质可能还会复发。你这不都切除了吗？再说了，纤维瘤癌变的可能性也不高，你在这担心什么劲儿啊？主要是宁伟锦的妈妈就是乳腺癌走的，这一直是他的一个心结。我要是再出了事儿，那他……打住！你这越说越没谱了。先不说那个时候的医疗水平跟现在没法比，你这都还没确诊呢，就想身后事了，大姐。你是不是戏有点多呀？你好歹先去复个诊啊！可我就怕……你以为你就这么拖着，病就能自己走了？丁丁，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站你，但这件事你就是作。丁丁姐怎么回事？之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一样？不会吧，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改变的。他是不是经历什么了？能经历什么呀？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。怎么了，哥？你想起什么了？复查，忙着求婚把这事儿给忘了。